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影片，我想继续和大家来探讨一下最近中共国和马来西亚重新续签了5年的相互免签的这个事情，以及马来西亚把之前的免签30天延期到免签90天啊。那这个事情呢，对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以及全体的马来西亚人到底有哪些深远的影响啊？那如果说你是我这个频道的老观众的话，那我相信你都会经常听到我在影片当中不停的说中共国的人他们大量的涌入到东南亚各国，对东南亚各国会带来哪一些恐怖的影响以及后果。那可是呢，我时常还会看到一些马来西亚的中华侨和新加坡的中华侨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他们非常的欢迎大量的中共国的人去到他们的国家，他觉得这样可以帮他们发展经济，可以带动他们当地的就业市场。当时我看到这样的留言呢，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天真太幼稚了，可以说是对中共国人的本性一无所知。他们真的能为马来西亚带去经济效益吗？他们的到来对马来西亚的人来说是祸还是福呢？我在我以往的影片当中其实已经下过定论了，我个人的经验，以我对中共国人的了解，这绝对是祸，而且是灭顶之灾的祸啊。那可是呢，有许多人觉得我在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啊，然后是把我一顿臭骂。那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是现在正在马来西亚各地上演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那这一期的素材呢，主要是来自于一个马来西亚的老观众，他昨天发了一个邮件给我，去分享了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的摄影师，名叫小马的摄影师，他在他的 Facebook 的账号上面分享了他作为一个摄影师在过去的几个月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当事人小马最近刚刚分享的个人遭遇的一个原文。我是全职摄影师第9年了，以前毕业季接不完，一天拍3组，拍到手软，情侣旅拍、闺蜜照、亲子纪念。我一开始就是走温馨路线，不打广告，全靠介绍和口碑撑起来的。最忙的时候，我1个月的 booking 满到没有休假，连兄弟婚礼都只能搭红包过去，因为有 job。但现在拍一单要等3个礼拜，你以为是行情差了？不是，是市场变了。马中相互免签之后，很多中国摄影团队直接飞来马来西亚接单，他们的团队很快，价格很低，2套衣服，包妆发，包修图，包场地，有一些还送短视频，1套只要299马币，299马币，我的 cost 都 cover 不到，但是我知道他们赚的都是后面选照片的钱，1张300，最后选完就变成几千块了。中国的摄影师一来，不只抢了生意，还拉走了我们的 freelance 的化妆师，出高一点的价格直接签下来，连 studio 也租的比我们还多。你说不专业吗？他们很专业，照片很好看。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这种 scale 打，就是说他说他没有办法和这样的规模去竞争啊。我不是不进步，我的设备也有更新，剪片也会，拍法也 try 不同的 style， 但是我们本地摄影师要租 studio， 请人跑流程，交通治理，还有一堆的 tax， 你叫我怎么跟299的马币比呢？我不是不努力，我只是有点气。我们用心对待每一组客人，拍照前花时间沟通，设计场景，连客户的生日也记得，但是人家现在只看价钱，讲白一点，便宜、快、出图漂亮就够了。我知道每一行都难做，
但看到同行一个个转行 OnePage 去做电商，去送 Grab，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一代摄影人还能撑多久。有时候我问自己，继续拍下去是不是只是为了不认输？最气的是政府一句话都没有，外国团队来抢市场，我们没得说，不能竞争，起码要有一个公平的场吧。你要我们数码化，要我们创新转型，我们都试了，但最后是我们自己人在撑，自己人在倒。习大大那天来搞到大塞车，结果本来的拍摄 client 取消，希望安华看到，不要再搞到本地的 SME 都死光光。来讲我们会 support SME 就是说是本地的中小型企业啊。讲真，我们撑不到那个时候了。以上就是来自于马来西亚本地的华裔小马，他作为一个摄影师，最近刚刚分享的他在他的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那我相信这样的情况不单单只是在摄影师的行业，是各行各业都在发生的一个事情。譬如说餐饮行业，各种的旅行行业，就是说只要是能赚钱的，中共国人都一定不会放过的。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共国内的经济是非常之差的，许多人都失业了，有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就面临失业，他们到最后不得不去所谓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什么呢？就是去送外卖、送快递啊，就是没有办法去觅得一个高薪的一个好的工作，因为现在中共国大批量的工厂和中小型企业都倒闭了，再加上外资的撤离，现在连中共国的硕士毕业的应届生所找到的工作，也就是2-3千人民币而已啊。那可见中共国现在的就业和经济环境是遇到了非常严峻的问题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当中美的关税战又打起来了，中共国又遭遇到全世界各国的孤立，他再也没有办法从贸易或者转口贸易去捞钱了，他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那所以说这一次他们的倒车帝才非常迫切的出访东南亚，想去拉拢东南亚各国，看一下就是能不能通过拉拢这几个国家啊，去帮助一下缓和一下他自己国内的经济啊。那很多人会觉得小学博士他这一次出访东南亚各国是没有任何的收获的，因为他前脚刚走，后脚他就被这几个国家给背刺了，就背叛他了，都全部倒戈去美国那一边呢。可是呢，据我看来呢，他至少他在马来西亚还是有巨大的收获的。那最明显的一个收获，那就是他这一次出访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他是和安华又续签了中马免签的。这个时间是续签的5年。那马来西亚对中共国的免签呢，一开始是到2026年年底的，也就是明年年底的。可是这一次他出访之后呢，又加了5年，那就是说一直续到2031年的年底了。而且从之前的30天免签改到了90天，90天是非常长，3个月的免签啊。那所以说他这一次他到访马来西亚，他最直接的明面上的收获就是免签的这个事情啊。那当然他们可能私底下还有签其他的贸易的协议和其他所谓的互帮互利的一些协议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那我就想和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政策到底对马来西亚本地人有什么样的直接的负面的影响啊。那首先就是刚才我给你的那个例子啊，就是现在因为他从之前的免签的1个月变成了3个月，那可想而知啊，现在从中共国打着旅行的名义涌入到马来西亚的人将会越来越多，而且他们逗留的时间更长了。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
这些人将会有机会到当地去打黑工、非法就业，搞一些灰色的产业，投机倒把去赚一些快钱。我们都知道，中共国的人他为了赚钱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的，是唯利是图的，他们是没有底线、没有道德的，就是任何的事情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啊。那所以说，当现在中共国国内它面临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很多人吃不上饭了，这个时候有大量的低端人口，他就会为了生存就会找出路，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涌入到这个没有一点入门门槛的马来西亚，因为是免签嘛，而且是3个月啊。那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还不一样，虽然说新加坡也对中共国人免签30天，但是因为新加坡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它的人口非常的集中，然后再加上新加坡的政府是非常的廉洁，法律也是非常的严苛啊，所以说中共国的人想到新加坡来黑下来或者是打黑工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它是很难藏在新加坡的啊。那马来西亚它就不一样呢，那首先就是他的政府本身就是有贪腐的问题的，那中共国的人他对这种贪腐严重的政府是非常的得心应手的，因为中共国国内也是一样的情况啊。那他这个时候他就可能会利用一些贿赂的方式啊，去留下来黑在当地打黑工啊，然后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虽然说马来西亚本土的经济也是一般般，可是它是好过中共国如今的现状的啊，而且马币也比人民币汇率好很多啊。那所以说，当它有一个汇率的优势、货币的优势，那这大量的中共国人他们是非常的乐意去到当地搞恶性竞争的，去用劣币驱除良币的。我前面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一个案例，你看到没有？他们跑到马来西亚去，就直接就把这些之前的踏踏实实的去拍影片、拍照片的摄影师给彻底的卷死了，让他们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它就和中共国的出口贸易是一个道理啊，它就是以这个廉价倾销于全世界啊。就是现在中共国它虽然说在中美关税当中它受到了围堵，但是它现在它在不断的输出它的饥饿和低端人口，去破坏当地的就业市场、营商环境。我昨天的影片当中还刚刚说过啊，中共国的人是直接是去把当地的市场各行各业是直接搞死的，因为他们是非常无耻的，他不管这个市场是否是健康，就是他去了之后，他以一个绝对的一个廉价，直接把这个行业彻底的搞死，因为他们人多，他们产业化。本地的小生意、中小企业和 freelance 的人是没有办法和他们去抗衡的，因为他们这个体量非常大，而且他们还有你们没有的优势，就是廉价劳工。不管他开出的薪资有多么廉价，都有中共国的人愿意去做的，因为他为了生存，他都愿意去接受的。那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时间一久了，它必定会导致马来西亚本土各行各业的人大规模的失业，或者中小企业倒闭的一个现象，这个是绝对会发生的一个事情啊。那所以说，当道车帝之前访问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还看到有很多马来西亚的中华侨感动的痛哭流涕。我的爷爷那代从中国当初20多年的时候，从中国南来到南洋这带来谋生。这里的华人对中国永远还是想着祖国啊，所以各方面呢都是情怀就是紧紧的联系着。我觉得中国的强盛对于我们马来西亚海外的华人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幸好我们有个强大的中国在做我们的工作。影片当中这样的马来西亚华裔的中华侨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啊，他们直到今天还把中共国当作他的母国，还把中共国人当作他的同胞啊。那可笑的是呢，在不久的将来，我已经可以预见了，这当中的很多的中华侨就会因为
他们大量的同胞的涌入，去抢了他们的饭碗，把他们直接给卷死。他们可能会因为他们的同胞的这种恶性竞争，直接就失业啊！你把人家当同胞，人家呢只是来抢你的饭碗的啊。其次就是马来西亚续签90天的，它这个政策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明智的。为什么呢？因为马来西亚在这之前已经对中共国有了第二家园的签证啊。第二家园的签证呢，就是针对中共国的中产的，或者是想去旅居或者到马来西亚去做小生意的中共国的人的啊。而且他这个第二家园的签证呢是有门槛的，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500万马币的存款的一个要求啊。那现在呢，他直接续签了3个月，现在就直接各种的犯罪分子、低端人口全部都可以没有门槛的涌入了，就可以直接黑在当地打黑工了。那之前他只可以免签30天的时候呢，他要打黑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因为时间上嘛还是比较短的。现在就不一样了，3个月可以做很多事情呢，而且他3个月到期之后，他直接到印尼或者到新加坡来逛一圈，再重新入境到马来西亚，再续一个3个月。你看3个月加3个月就是半年了，这多方便多好啊！就可以在当地免费打黑工赚马币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那其次就是他这个政策一实施之后呢，马来西亚的第二家园签证也推不出去了。之前通过申请第二家园签证到马来西亚去旅居和做生意的中共国的人，他还是稍微有一些素质的，还是中产以上的，他才可以去满足这个要求啊。因为500万马币是可以过滤掉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和低端人口的。可是现在呢，是大门打开，而且他这个政策会直接影响马来西亚政府去继续的推广他这个第二家园的签证，因为现在已经大门大开了，直接免签3个月，不需要再花500万马币去申请什么第二家园签证了。那我当然也明白，他这个免签的政策是政府层面的一个决策，马来西亚的普通人也是没有办法去参与到这个决策当中的。那你们可以做些什么去保障你们自身的利益呢？去避免这种恶性的内卷、恶性的竞争呢？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你们可以做的啊。那譬如说马来西亚的华裔从现在开始如果说你身边有认识这样的中共国人，是拿着旅行签的，非法就业，搞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这个时候你们一定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觉得事不关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积极的去举报和监督，把这些违法乱纪打黑工的人都举报给你们的政府和你们的移民厅，因为他们并不是在帮助你们去发展一个更好的马来西亚，他是在搞恶性竞争，他是在抢你们的饭碗，他是在用劣币驱除良币。今天如果你保持沉默的话，那明天可能被卷死失业的人就是你那所以说我真的希望马来西亚的全部的华裔的朋友们都醒悟过来，都积极的去监督、去举报这些违法乱纪的中共国人，让他们没有办法到马来西亚去搞乱你们的社会秩序那以上是我对你们的一些建议，那也希望马来西亚的华裔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对这个大量的中共国人跑到马来西亚去搞这种恶性竞争的一个看法。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